风声晃，抖月光，洒在星斗森林草地上，你模样印在心上，不管将去何方。倘若命运掀起浪，我会挡在你前方，不退让，就算灵魂演散，为你自梦晃醒吗？绝不以情深一场，愿有一生的勇敢，护你一世的无恙。我魂虽孤无方，永结沉沦无憾，就算化作尘埃飘荡，也要奔向你胸膛。我得说几句。5年了，你们这帮小怪物，全都长大了。5年前，你们在混乱中匆匆告别；5年后，又在这乱局中相聚。你们7个呀，注定要面对不平凡的挑战和责任。作为院长，我就一句话。史莱克学院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，敬史莱克7怪。多谢院长，干杯！多谢院长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小奥一回来啊，院长可是斥巨资准备了这顿饭，所以大家吃好喝好，千万别替他省钱。没问题。淘气啊！来，夹菜，吃。来，小子，来，干！干！蓉蓉，来，多吃，别跟院长客气。吃这个，好吃。这个烫，我给你吹吹。好想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。让开，让开。哪个？这个。好。来，你先吃。来，多吃点。你们先吃，出去一趟。哎，小三。哎，慕白，你想喝酒，我陪你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喝。可是你一个人出来，他们会担心你的。我是打心底的开心不起来，我也不想扫他们的兴。在外面挺好的，还能陪你喝酒。白天还在劝小奥，怎么现在自己钻牛角尖了呢？医者难自医，我现在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快点壮大唐门，强大自己，复活你，还有推翻武魂殿。三哥，完成这些事情跟你开心不起冲突，前路漫漫，你一定要轻装上阵，不要让自己身心皆苦。有时候我觉得你不是幻觉，你还有你说的话，都让我觉得很真实。
小三，老师，今天你从宁宗主那边接了这么大一批暗器订单，可唐门只有小奥和胖子，你打算怎么完成？啊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当下招人是第一要务，而且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目标，就是昊天宗当年的附属四宗族。当年他们因为武魂殿还有昊天宗的恩怨受到了牵连，脱离了宗门，所以我想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，也算是给父亲一个交代。不过他们对宗门的怨念极深，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没关系，就算是说服不了他们，还要谁来个学？别忘了，你还有许多优秀的学弟学妹，都没有宗门的归属。哎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谢谢院长支持。三哥，你还有我们呢。你刚才说的四宗族是不是也包括励志一族？那个他们族长叫什么来着？叫泰坦。哦，我也记得，之前还在学校和你切磋过。啊，你们的记性还都挺好的。不过这泰坦带领的励志一族是单属性四宗族之一，其他的三族我也不是很了解。既然已经确定目标，那就克服万难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。三哥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你只管说。就是，我们一起把唐门做大做强。武魂殿害了我二哥还不够，竟然逼迫你跟小五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他们真是多行不义，必遭天罚。我不指望天罚，但我和天下的正义之士绝对不会放过武魂殿。自从上次昊天宗一别，你又沉稳了许多呀，小三。你创建唐门，对抗武魂殿，姑姑全力支持你。至于昊天宗那边，你不必担心。长老们期待的是一个能够带领昊天宗的人。等你壮大了唐门，更能证明他们没有看错人。不过，除了励志一族，你还想要收服单属性的其他三宗族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劝你，还是招揽更多的有识之士，扩充宗门。这点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，收服他们很困难，所以我才来找姑姑帮忙。我是昊天宗的弟子，唐后的妹妹，只怕刚刚登门，就会被他们赶出来。四宗族对于昊天宗的怨愤，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我不是想让您去登门，而是想让您帮我了解他们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单属性四宗族分为励志一族、御之一族、敏之一族、破之一族。这四个宗族单分出来的实力都不是最强的，但是他们每一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。励志一族特点是力量巨大，擅长铸造，凭此技艺着实给宗门带来了不少财富。他们一族的武魂是大力猩猩，宗族族长泰坦是铁匠协会的副会长，神将级别的人物，强攻系魂斗罗。其实铁匠在全大陆的地位并不高，但是你父亲非常欣赏泰坦族长的铸造技艺，也正因此泰坦十分敬重你的父亲。如果你坚持收复四宗族，那么励志一族绝对是你的首选。御之一族防御强悍，擅长建造。你在宗门当中看到的许多防御工事，全部都是由御之一族建造。论防御力，它绝对不比七大宗门当中的象甲宗差。他们的武魂是板甲巨蜥，族长牛皋是一名防御系魂斗罗。牛族长这个人呢，为人热情，性格张扬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。不过，他这个人爱憎分明，
也是因为当年昊天宗的事情，他对你的父亲怨念颇深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渑支一族速度惊人，擅长探查，他们的武魂是尖尾羽燕，纯速度型魂师是最好的斥候。他们的族长白鹤是纯闽系魂斗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我和你父亲的亲舅舅，你得管他叫舅爷爷。舅爷爷。不过这层关系，你见到他不提为妙，因为自从昊天宗避世，我们便再无来往。听说这几年他们一族过得也并不如意。最后，破之一族，他们的武魂是破魂枪，以攻击为主。破之一族擅长制药秘法，所以专于制药。无论是救病治人的良药，还是害人性命的毒药，他们都十分擅长。族长杨无敌是强攻系魂斗罗，可以说是尝遍了百草，爱药成痴。擅长制药。其实破之一族是受武魂殿打击最大的一族。当年武魂殿为了找到昊天宗的下落，围攻了破之一族。杨族长的胞弟就在那个时候被他们当作人质掳走，恐怕早已身死。没想到他们经历了这么多，怪不得父亲如此自责。如果我真的收服了四宗族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弥补他们，也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受到武魂殿的欺辱。小三，关于四宗族的事情，我就知道这么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。当然能，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照例，今天该给族中各户发放银钱，但时局混乱，与我们荔枝一族有交易往来的宗门早都没了消息，只有一些尾款没有结清，所以请各户再等等了。大师兄，别着急，眼下正是难关，咱们一起扛。大师兄，怎么样？七大宗重选，神阙宗遭到其他宗门围攻吞并，宗主枉死，宗门已不复存在，钱也要不回来了。神阙宗宗主向来仗义，却遭如此毒手。改日我们去给宗主上炷香。有人为难你？回大师兄，我被疾风宗打出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疾风宗已经归顺武魂殿，说宗门易主，过去的账也不认了。他们还说，若是不服，可以上门较量，他们等着你。这帮混蛋！大师兄，放开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干什么？我知道现在族里没多少钱了，这话现在不该说，但家里孩子病了，着急请医抓药，你能不能多少支取我一点钱，够看病就行。来，快起来！快，带孩子去看病，钱不多，没了我再想办法。不，大师兄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你让账上多少给我支取一点就行。账上没钱了，拿着，别耽误孩子。谢谢大师兄。钱的事儿我再去想办法，你们不许告诉族长，他老人家上年纪了，别让他操心。是。混账！难道我瞎吗？爹。族长，我泰坦愧对各位族人。当初我荔枝一族脱离昊天族，全族老少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但尚能维系。可现在局势混乱，族内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这里是我多年私人积攒的积蓄，除留一部分给老弱颐养天年，其他的大家就均分了吧。想要另谋出路的，拿上，离开我荔枝一族，不要困死在这儿。
不，族长，我们不走。族长，有什么困难，大家一起扛过去。我们年轻力壮，有手有脚，难道还能饿死吗？其实这一切都怪我。若不是我立下那个族规，不许接那些生意，我励志一族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爹，这怎么能怪您呢？当初定下这个规矩是全族人同意的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都赞成族长立下的规矩。我励志一族就算沿街乞讨，也绝不会挣那份钱。爹，我们一族绝不能就此离散。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生意，我就带着大家到外面寻些活计去，或是到斗魂比赛赚取奖金，怎么也能养活全族老少。都是我族好男儿。既然你们今天如此坚决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挺过这一关。这励志一族够气派，我很满意。作为唐门的副宗主，我提议将这里作为唐门的府邸。你真是弗兰德院长的好学生，你的武魂是算盘吧？三哥，你让我了解的事情，我已经派七宝琉璃宗的弟子打探过了。励志一族的生意状况，自从离开昊天宗以后就很不好，近期武魂殿又作乱，他们应该过得更加艰难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四宗族的族长，他们的弱点分别是什么？这才是你从我这儿最想知道的吧？泰坦族长，为人忠诚重诺，对你的父亲感情深厚，他也是四宗族当中唯一一个因为你的父亲被逐出宗门，心生愤恨，而主动求去的。所以我想，泰坦族长的弱点，一定是你的父亲。三哥，我们一会儿不会被轰出来吧？另三族说不定，但励志一族不会。这次被轰出来，就下次再来，反正我们会一直陪你。劳烦通报泰坦前辈一声，就说有故人来访。谢谢。泰坦前辈，这么久不见，还是那么健壮。泰诺大哥，别来无恙。少主，真的是你吗？啊！哎呀，老奴泰坦拜见少主。拜见少主。哎，前辈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想不到当年史莱克匆匆一面，前辈竟然还能认出我来。长大了，越来越像主人了。你是我们的少主，该坐主人的位置。哎呀，这上场！多谢少主。听说你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总决赛后被主人带走了，主人一切可好？父亲他已经决定退隐了。退隐？这励志一族的族长怎么只见三哥一个人呀？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？胖子，你别晃来晃去了，我们头都晕了。难道我们就这么干等着吗？啊？我们下次应该提前约定好，比如半个时辰内不见人，我们就应该冲进去。没错，小三有他自己的计划，相信他可以顺利搞定。这么多年，老奴一直等着主人回来。其实那2块魂骨，就算不还又怎么样？当初错的不是他，一切都是武魂殿。
昊天宗却拿这个一直在责怪主人。您不用伤心，父亲他现在不在母亲身边，也不会因为外面那些声音而受到干扰。至于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，我会替他完成。太前辈，我这次前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少主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只要老奴能做到的，我绝不推辞。我准备建立一个宗门，名叫唐门，我想邀励志一族加入。成立宗门？昊天宗的长老允许你认祖归宗，你为什么要另建宗门？我和几位长老还有着10年之约，10年之内，只要我获得一枚10万年魂环，修为达到80级以上，再击败一名武魂殿的封号斗罗，那父亲就可以回到宗门，去祭拜故去的爷爷了。这些冥顽不灵的老家伙提的这是什么条件？那是人能做得到的吗？分明是不想让主人回去。爹，别人有可能做不到，但少主天纵奇才，未必做不到。为了父亲的心愿，我定会做到。我不仅要完成这些约定，我还要自立宗门，在这10年之内积蓄力量，这样未来对抗武魂殿也会轻松许多。我想，这也是父亲希望看到的吧。原来如此，少主果然是高瞻远瞩。当年我励志一族宣誓效忠主人，一切以主人的意志为使命。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会全力支持。只是我有一个请求。前辈请讲。如果昊天宗将来重新出世，你要与之合并的话，请允许我励志一族退出唐门。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唐门就是唐门，不会从属任何一个宗门，也绝对不会和昊天宗合并。从今日起，我励志一族愿意加入唐门，一切听候少主的吩咐。太长老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从今日起，您就是我唐门的首席长老。宗主，宗门初建还没选址吧？就建在我的府邸好了，反正我的便是少主的。好。不过我听说，当下励志一族处境艰难，如果有资金上的问题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唐门最近接了一笔7宝琉璃宗的订单，还需要励志一族鼎力相助呢。7宝琉璃宗要打造何物啊？唐门的独门暗器。这是无声袖剑，是唐门的暗器之一，也是7宝琉璃宗定制的众多暗器之一。哇，精妙，真是太精妙了！哎呀，宗主，我励志一族不能铸造此物。哎，怎么这么半天还是没动静啊？太长老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好，这位是马红俊、戴沐白、朱竹清、宁荣荣、小奥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史来可奇怪，早有耳闻，刚才怠慢了啊，还请见谅。泰诺，赶紧给各位准备客房，让他们好好休息。好嘞，太长老不用这么客气，你有什么事情先去忙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多谢太长老，多谢。你是不是跟院长偷学沟通之术了？怎么这么快就搞定了？太长老虽然答应加入唐门，但是他不同意造兵器啊。啊？不造兵器？啊。
我立志一族脱离昊天宗之后，曾经多次受到武魂殿的欺辱。他们不仅逼问我昊天宗的下落，还想让我立志一族效忠武魂殿，为他们打造兵器。他们不仅威逼利诱，还欺瞒坑骗。我曾经为了我族的生存，被迫打造了一批实验中的武器。他们竟然拿着坑杀了无数的小宗门，只是为了试试武器的威力。那些宗门都有100年的基业，如此便轻易毁于一旦。我便是帮凶，我便是武魂殿杀人的刀。自此，我立下门规，不再打造兵器，只为还清孽债。谁能想到铁匠界赫赫有名的励志一族竟然不造兵器？难怪这么艰难。恕我直言，这一族收了，不过没有全收。泰坦长老这不是自废绝学吗？身为神将，泰坦长老怎么可能不想在铸造台上制出神器？但因为他有颗悲悯之心，所以才放下了自己的追求，这是大义。我原本以为说服励志一族就可以助我收拢其他宗族了，可没想到这第一关就是考验。太长老说的那些规定，应该也是迫不得已。现在时移世易，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他的想法。哦。哎呀！我们想跟泰坦前辈一起锻炼锻炼。好啊，欢迎啊！哇，好厉害呀！这也太厉害了！哎呀，这个箭头也太锋利了，这也。哎呀，胖子，你看看这地上怎么那么多碎石头，碎了一地呀！我们是不是该去找个东西好好的清扫一下呀？哎呀，铁剑大造，质地均匀，韧性十足，应该是昊天宗乱披风吹法锤炼而成。哎呀，真的是不错呀，只是不知叫什么名字。叫诸葛神弩啊？你不要看这个弩箭小，但是它里面却可以填装48发弩箭呢。用前只需轻轻调整机簧，一次性便可射出16发弩箭，16发呀！而且可以轻易的击穿40级魂师以下的防御，射速极快。长老，您考虑一下，励志一族真的值得拥有。这诸葛神弩不愧一个神字儿，你们收好了，不要再乱放了啊！哼！哎，这老头怎么油盐不进呀？哎，不急。太长老啊，你随我们一起去一趟七宝琉璃宗，我又接了一单生意。宗主，你就不要为难老奴了。别担心，不是兵器。蓉蓉的车已经在外面等候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
这些是上次和武魂殿对战时身受重伤的弟子。这次请唐门来，是三哥想到或许可以用打造义肢的方式，帮他们恢复残缺的身躯。义肢是什么？长老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绘制的图纸。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弟子们量体，校准尺寸，这样等义肢制造出来，才能更加的合身。郑重。 谢谢前辈。无声袖剑，前辈认识。这次要不是他护住了我，恐怕我失去的就不只是一条腿了。听说宗主又定制了一批暗器，我希望我还能带着他们保护宗门。我来给你量体，谢谢。 宗主，这一单我立志一族不能收钱，我愿意免费为七宝琉璃宗打造义肢。长老，多谢您的好意，但立志一族的情况我也了解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免费？不，义肢免费，暗器收钱。您改变主意了？哎，老夫是半截入土的人了。 自认为什么都看透了，今日你给老夫上了一课。我明白你们的用意，其实武器是死物，并无善恶，一切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。这样浅显的道理，之前老夫却钻了牛角尖儿，因噎废食，实在是不该呀。您不愿看到杀戮，心怀悲悯，何错之有？只是这武魂殿如今肆意妄为。 无人敢与其相抗。我建立唐门的初心，就是为了对抗武魂殿。要是有朝一日，天斗还有星罗的军队装备上了我唐门的暗器，那这武魂殿还有什么优势跟我们抗衡？武魂殿的魂师数量足以碾压天斗、星罗两国。如果可以利用装备拉近普通人与魂师之间的差距，那么魂师就没有绝对优势了。 尤其是低等级魂师面对强杀伤性武器的军队时，必然会吃亏。七宝琉璃宗下订单也是看上了唐门暗器，可以弥补我们辅助系魂师在战斗力上不足的缺陷。但是要打造如此数量庞大的暗器，不仅需要立志一族，还需要更多的铁匠加入我唐门。宗主，我会带领族人全力以赴，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未来在战场上重挫武魂殿。 宗主，族中金属不多，打造义肢还够。若要打造暗器，我们得到金属制作的更新城去采买原料。暗器不着急，我们当下首要的目标是收服其他的单属性四宗族，其他3位族长还麻烦长老费心了。雪崩让你配制的解药，你有把握吗？ 这多重混毒确实复杂，不知道配毒方法，确实很难研究出解药。不过，我既然答应了雪崩，那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而且雪夜大帝的生死，关乎着天下百姓呢。连你跟毒斗罗都被难住了，天下还有谁能解此毒啊？要是能收服单属性4宗族，或许有一个人可以尝试。 看来，收服剩下的3宗族真的十分困难。怎么说？4宗族里面有人可以调制解药，但你还没有放弃，还在不断尝试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说明你对收服单属性4宗族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逐个攻破？最近确实有一个契机。 这4宗族每2年就会聚会一次，这次是在龙兴城玉质一族那儿。日子将近，我准备带大家去一趟。
此物乃是象甲宗宗主斥重金拍卖而来的稀罕物，攻击力强悍，特献给冕下赏玩。有点意思。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这玩意儿不堪一击。呼延震所求为何？象甲宗在玉之一族那碰了钉子，所以请我们出手相助。娜娜，你认为我们武魂殿现在缺什么？魂师。列宗计划我们损失了太多人，为了将来的大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魂师加入。不错。那象甲宗呢？象甲宗是原4大宗门里面最先向我们投诚的，且一直有意争夺新7大宗门之首的位子，自然是想要扩张实力和获取新的支持。它的强大也代表着武魂殿在重选7大宗门中的新势力。看到没有，武器再强也强不过强大的魂师，所以只有魂师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那你认为象甲宗和玉之一族哪个更强？那当然是象甲宗。难道象甲宗是不愿损耗自家宗门弟子，才向我们借力？这个呼延震是我把他想太简单了。所以说，武魂殿的内务不亚于一个国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。娜娜，你要学会掌握人心，利用人心才是王道。弟子明白了，我会以圣女之名施圣恩，先弄清楚象甲宗的具体情况，再行定夺。这样既不会坐视不理伤了忠心，又不会折损我们武魂殿的力量，还可以在此过程中让他认识到新7大宗门竞争的激烈，从而让象甲宗全力以赴为我们扩张势力，一举3得。带上燕一起去吧。有些话你没必要亲自说出口，这点你也要学会。多谢冕下指点。站住！想要从这儿进去，交100金魂币。我从未听过龙兴城有这个规矩。象甲宗，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儿设卡？不交钱就滚！什么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有本事出来，让老夫看看！你看，口气不小，敢和象甲宗叫板。今天把命留在这儿。前辈，交给我处理吧，我跟这些家伙有旧怨。不乐，还记得小爷我吗？你小子，老子今天要你的命！天罗双照！没事，胖子他能搞定，让他活动活动。一起上！装成武魂转动命运的篇章，是自己暗藏的承让了。守护着青春的战场，等待时间逆转。锤炼过的体魄后天腿。有些道理需要不乐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咱们先跑吧，赵梅散了啊！上，到这儿。宗主，你这些朋友真是少年英才呀！
龙兴城，我熟。这个城市啊，虽然很小，但是呢，它地处边境，这来来往往的商贩呀，非常的多，好吃的也很多。嘿嘿嘿。就是这个治安不太行，门口那帮人实在太嚣张了。就是。慕白、朱晴，这龙兴城现在归谁管？象甲宗势力最大，一直都由他们来管理。但龙兴城城堡中的象甲宗，跟我们今日所见并不相符啊。是啊，繁华只是表面现象。玉之一族前2年就搬过来了，而且跟我说这儿的生意很难做，还受到武魂殿的欺凌。你们四宗族2年1次的聚会，也是为了守望相助吧？对，没有宗门的庇护，我们只能抱团取暖。我们都受武魂殿的压迫，联合起来才能抵制武魂殿。武魂殿的迫害范围越来越广了，现在竟然波及到了星罗边境。可见比比东布局多年，所以他的势力范围才会那么大。宗主，前辈啊，三哥可能在跟小五说话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要不我们去包子铺边吃边说？好，走啊！顺便给你们讲讲我在龙兴城的邂逅故事。哎，不必了，我们还要到处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异常。走。哎呦，你那白衣姑娘的故事，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。我们也去附近看看。哎，他们没口福，咱们去，咱们好好吃啊！走走。什么声音？三哥，哎，你看呀！快去看！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原来在这里表演可以挣钱啊！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出来表演，到时候我就演这个，你就用你的蓝银皇演个千手顶盘子吧。你真是个商业奇才。好，谢谢啊！谢谢大家。普通百姓讨生活挺不容易的，你也捧个场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谢谢各位啊。溃败，正义本永远像血脉，抹消伟大的人，将黑暗世界撕开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彩。燃烧因你而神秘的魂，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并肩同行的人重写一个时代，永不言败，是英雄的气概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不畏前往。被命运吞噬覆盖，心中的光炙热不改，残破不堪的黑夜终将破晓迎来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彩，燃烧因你而神秘的魂，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并肩同行的人重写一个时代，永不言败，是英雄的气概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不畏前往，守护唯一的我。
英雄的气概，守护着。